姨娘教我苦练了18年的御夫术，只为让我当一个好妾室。结果被八抬大轿抬进侯府，我才知道我竟然是正妻。大婚夜，我露出里面薄如蝉翼的水红色舞裙，眼波流转。侯爷，您看妾身腰软不软？石燕青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。于锦瑟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正常？我愣住了，这走向不对啊！姨娘教我的，男人在洞房花烛夜看到这身打扮，连骨头都该酥了。侯爷不喜欢这身。我委屈的撇撇嘴，身子像水蛇一样往他那边靠。这可是妾身特意为您准备的。石燕青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，用喜秤抵住我的肩膀，不让我靠近。你是皇上亲封的超品诰命，我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你在这儿跟我一口一个妾身，什么玩意儿？我是正妻。我瞪大眼睛看着他。我爹不是说把我送进侯府伺候您吗？你爹原话是将长女许配于我，结两性之好。你是不是对自己的身份有什么误解？我彻底傻眼了。那我姨娘教我的那些狐媚手段，那些争风吃醋的套路，我用给谁看？我一个正室夫人，天天在后院里扭腰抛媚眼。就在我怀疑人生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声：“侯爷，边关急报！”石燕青语气不悦：“林霜，今晚是我洞房花烛夜。”哎呀，我们当兵的不拘小节。侯爷，军情紧急，嫂嫂不会怪我扰了你们的好事吧？他嘴上叫着嫂嫂，眼神却丝毫不见半分友善，尤其是在看到我那件若隐若现的舞裙时，他眼里有着毫不掩饰的鄙夷。嫂嫂这身打扮，倒像是秦淮的做派。侯爷可是盖世英雄，嫂嫂还是穿得庄重些好，免得丢了侯府的脸。我挑了挑眉，哟，来活了，正愁一身武艺没处施展呢。我顺势软绵绵地倒在石燕青的胳膊上。侯爷，这位壮士是谁啊？怎么半夜3更闯人家的新房？好吓人哦！林霜的脸瞬间绿了。我是平平南军副将林霜，什么壮士？哎呀，原来是副将大人，妾身还以为是哪里来的野蛮人，一点规矩都不懂呢。你骂谁野蛮人？我立刻往石燕青怀里缩，眼泪欲掉不掉。侯爷，他凶我，妾身胆子小，受不得惊吓的。石燕青嘴角抽搐了一下。林霜，出去。侯爷，他辱我！石燕青语气加重，让他出去。林霜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转身大步走出去，门被他摔得震天响。石燕青推开我，吩咐我早点睡，明天要早起敬茶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端着茶盏，正准备给婆婆敬茶。嫂子这身段，不去青楼真是可惜了。她今天没穿铠甲，换了一身劲装，大马金刀的坐在下手的椅子上。婆婆是个吃斋念佛的老太太，听到林霜的话，皱了皱眉。锦瑟啊，你今日这衣裳颜色确实太艳了些。咱们侯府是清贵人家，不兴那些花里胡哨的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桃红色对襟襦裙，这已经是我箱底最素净的一件了。我乖巧的垂下头，捏着帕子，轻轻擦拭眼角根本不存在的眼泪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儿媳初来乍到，不懂府里的规矩，让母亲和林将军见笑了。只是儿媳想着新妇过门，总要穿得喜庆些，才能讨婆母欢心，不想惹了母亲不快，还平白被林将军折辱。婆婆愣了一下，赶紧让身边的嬷嬷扶我起来。林霜却在一旁冷笑出声：“嫂子这眼泪倒是来得快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谁欺负你了。我们军营里的兄弟流血不流泪，嫂子这般娇弱，以后如何执掌中府？”我心里冷笑，跟我玩这套。我姨娘教我对付汉子茶的时候，你还在玩泥巴呢。我身子晃了晃，虚弱的靠在嬷嬷身上。林将军说的对，是我太没用了，我只是个深闺女子，不懂你们军营里的家国大义。我抬眼看向刚走进门的石燕青，我只知道出嫁从夫，侯爷若也觉得我丢人，我这就绞了头发做姑子去，绝不连累侯府清誉。说完，我两眼一翻，直接往地上倒去。石燕青快步上前接住我，略带疑惑地询问婆婆和林霜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婆婆有些慌了：“我只是说她衣裳艳了些，谁知道这孩子气性这么大。”不关母亲的事，是妾身不配穿好衣裳，不配站在这里。侯爷，您休了我吧，把正妻之位让给林将军吧，他英姿飒爽，比我强100倍。林霜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于锦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对侯爷只有兄弟之情。兄弟之情？哪家兄弟会大清早在敬茶的时候指着嫂子骂他该去青楼？石燕青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
林霜，你逾矩了，去军营领20军棍。林霜不可置信地看向石燕青。侯爷，你为了这个女人罚我？石燕青冷冷道。50军棍。林霜不敢再废话，狠狠剜了我一眼，转身跑了出去。我靠在石燕青怀里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小样，跟我斗！石燕青低头无奈地看着我，戏演够了吗？我点点头，冲他抛了个媚眼。夜幕降临，石燕青正准备跟着门外的小厮去前院，只因白天受罚的林霜说有紧急军务要与侯爷商议。侯爷，林将军非拉着您去书房，留妾身一个人睡，好害怕呀。军务再急，也不差这一晚吧？侯爷昨晚就没陪人家，今晚若是再走，人家就不依了。在侯爷心里，林将军的正事比妾身还重要吗？姨娘说的对，男人得到了就不珍惜。昨夜还叫人家小甜甜，今夜就要走。我什么时候叫你小甜甜了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今晚要是跨出这个门，你就怎样？我就去告诉婆婆，林霜半夜勾引有妇之夫。石燕青叹了口气，吩咐旁边的小丫鬟拿件披风，然后转头看我。你跟我一起去书房。这怎么跟剧本不一样？正常情况他不是应该留下来陪我，或者决绝的走掉吗？怎么不敢去？我赌气说去就去，雄赳赳气昂昂的跟在他身后。到了书房，林霜看到我跟进来，不满的抗议道：侯爷，书房军机重地，怎么能带女眷进来？石燕青淡淡的说：无妨，他听不懂。我是听不懂打仗的事，但我看得懂林霜那双快要粘在我夫君身上的眼睛。我自顾自地端起桌上的茶盏，抿了一口。林将军真辛苦，大半夜的还要操劳，不像我只会心疼侯爷。这茶都凉了，果然当兵的都粗枝大叶。我们军中之人不讲究这些繁文缛节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林将军在军中连侯爷的礼衣都亲手洗过呢？石燕青猛地转头看向林霜，林霜的脸刷得白了。你胡说，那是军营里没有洗衣服，我顺手代劳罢了。我拖长了尾音。哦，顺手代劳啊，那林将军真是个热心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林将军想当侯爷的通旁丫头呢。毕竟这种事情小妾都不会做的。于锦瑟，你再敢出言不逊，休怪我剑下无情！我心里慌的一批，面上却稳如老狗。将军不是说你们打仗的都大义，不讲究这些吗？现在生气做什么？被说中心事，恼羞成怒了？我赌石燕青不会让他动手。林霜，你放肆！这是我新婚夫人，你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？我顺势倒进石燕青怀里，瑟瑟发抖。侯爷，他要杀我，妾身好害怕。林霜见石燕青动怒，也不说有什么军务，没规矩的跑了。老实点儿，最近在府里好好学习规矩，半个月后的赏菊宴需要你亲自招待，礼节方面不可疏忽大意。我哦了一声，偷偷对他翻了个白眼。区区一个赏菊宴而已，易如反掌。半个月后的侯府赏菊宴上，林霜当着众宾客的面突然向我发难。于锦瑟，你除了会勾引男人，还会干什么？此时正是酒酣耳热之际，京城里的贵妇和千金们都在场。婆婆坐在主位上，脸色有些不好看。我正剥着葡萄，听到这话，动作一顿。林将军这话说的，勾引自己的夫君，难道犯法吗？我把剥好的葡萄放进石燕青的盘子里，石燕青很自然地吃掉了。众宾客发出一阵低低的笑声。身为当家主母，理应端庄贤淑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今日赏菊，大家都在赋诗作画，唯有夫人你只知道吃喝玩乐，简直丢尽了侯府的颜面。他走到宴会中央，挑衅地看着我。听闻夫人娘家也是书香门第，不如今日就为大家舞剑一曲，助助兴如何？我连菜刀都拿不稳，他却让我舞剑，这是摆明了想看我出丑。婆婆皱起眉头，锦瑟身子弱，舞什么剑？退下吧。老夫人，我这是在给夫人表现的机会。若是夫人什么都不会，以后这侯府的钟会怕是难以服众。石燕青放下酒杯，正要开口，我对他娇媚一笑，手指点在他嘴上，示意他不必开口。既然林将军这么想看我表现，那我就献丑了。不过我不懂舞剑，我只会跳舞。我姨娘教了我10年的舞，今天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来人，奏折腰。乐师愣了一下，随即弹起了这首舞曲。随着音乐的节奏，我腰肢柔软地扭动起来，每一个眼神
每一个动作都透着极致的魅惑，所有人都看呆了。那些贵妇们瞪大了眼睛，脸都憋红了，也没说出半个字来。而那些跟着家眷来的公子哥们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显然是没见过此等仙舞，不约而同嫉妒起石燕青。一曲舞毕，我一个旋转，裙摆飞扬，最后稳稳地停在石燕青面前。侯爷，你看这舞，妾身跳得好吗？我微微喘气，眼波流转，石燕青神情晦暗。很好，但以后只准在家里跳，给我一个人看。不知廉耻，简直不知廉耻！堂堂侯府主母竟然跳这种勾栏瓦舍的舞，以后掌管后宅要如何服众？老夫人侯爷，你们就由着他这样败坏门风吗？婆婆也觉得有些过了，正要训斥，林霜却突然冷笑一声，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掏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夫人舞跳得好，可惜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。侯爷，我本不想说，但我肚子里已经有了您的骨肉。都想看我笑话，我又岂会给他这个机会？我裹着石燕青的外袍，不慌不忙地从他怀里站直身子。嘿呦，林将军这肚子是怀了哪吒还是怀了枕头啊？大厅里的气氛已经凝固到了极点，婆婆手里的佛珠都掉在了地上。林霜跪在地上，捂着脸哭泣。老夫人，我没胡说，2个月前侯爷喝醉了酒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我知道我出身微贱，配不上正妻之位，但为了侯爷的骨肉，我不得不说出来。众宾客窃窃私语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嘲讽。石燕青坐在那里，面无表情，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我围着林霜转了一圈，疑惑地问道：2个月前，按理说2个月的身孕应该还看不出来什么，可是林将军，你这腰身怎么看着比我还细呢？不像是怀孕了。林霜脸色一变：我体质特殊，不显怀。我笑了笑，突然拔高了声音：来人，端一盆冷水来。几个丫鬟面面相觑，不敢动弹。石燕青突然开口：夫人让你们去端水，没听见吗？丫鬟们赶紧端来，我端起水盆，毫不犹豫地泼在了林霜身上。林将军火气大，这盆冷水给你降降温。林霜尖叫一声，浑身湿透。于心思，你疯了！你想害死我的孩子！我把盆一扔，我是在救你的孩子，大家看仔细了。我指着林霜湿透的衣服，那原本平坦的小腹处竟然渗出了一丝丝红色的水迹，那是劣质染料遇水褪色的痕迹。我故作惊讶地捂住嘴：林将军，你这孩子怎么还掉色啊？林霜低头一看，脸色瞬间惨白，刚想为自己辩解，我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我冷笑一声：这是你为了装怀孕，特意在衣服里垫的红布包吧？我姨娘说过，后宅女人为了争宠，假孕这招早就用烂了，要想装得像，不仅要垫肚子，还要装见红。她这手法太拙劣了。林霜还在狡辩：你胡说，我真的怀孕了。石燕青走到林霜面前，眼神冰冷：够了，2个月前我在边关大营，你在京城押运粮草，你是怎么隔着千里之遥怀上我的骨肉的？全场死寂，林霜瘫坐在地上，彻底绝望。石燕青挥了挥手：来人，把林霜拖下去，关进柴房，明日送交大理寺，以欺瞒主上，扰乱军心之罪论处。侍卫立刻上前将林霜拖了下去，一场闹剧就此收场。宾客们尴尬地散去。我看着石燕青，侯爷早就知道她假孕，他看着我，眼底闪过一丝笑意。我只是想看看你会怎么处理。夫人这招泼冷水倒是简单粗暴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对付这种低级段位，不需要用高级手段。林霜被关进柴房的第3天，侯府又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一个穿着素白纱裙，头上插着一根白玉簪的女子，弱柳扶风地走了过来。表哥，婉儿来迟了，这位就是嫂嫂。她身后跟着几个大包小包的丫鬟。石燕青今天休沐，正陪我在旁边看书，听到声音，她抬起头：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婉，石燕青远房姑母的女儿，据说是个才女，清高孤傲。姑母前些日子染了风寒，我特意来市集。苏婉柔柔弱弱地行了个礼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和轻蔑。嫂嫂好。她敷衍地喊了一声。听说嫂嫂娘家只是个七品小官，难怪这吃食的姿势如此随性。我把瓜子壳吐在盘子里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笑眯眯地看着她。七品小官怎么了？表妹这身打扮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里办丧事呢。苏婉脸色一僵，嫂嫂真会开玩笑，我这身素稿是为了给姑母祈福。她转头看向石燕青，眼底满是委屈。表哥，嫂嫂是不是不喜欢我？这熟悉的绿茶味简直冲鼻子。石燕青放下书，锦瑟说话直，你别介意。我轻轻皱眉，她居然没有帮我兑回去，看来这表妹在她心里还是有点分量的。苏婉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无妨的，婉儿自然不会和嫂嫂计较。她招了招手，身后的丫鬟端上几个锦盒，这是我特意从江南带来的上好燕窝和人参，给姑母补身子的。我随意瞟了一眼，全是些普通东西。她又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这盒骡子带是婉儿的一点心意，
送给嫂嫂。她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块黑乎乎的画眉颜料。嫂嫂出身低，怕是没见过这么名贵的东西吧？这可是西域贡品。她语气里的优越感快要溢出来了。我看着那盒骡子带，扑哧一声笑了。表妹真是大方。我招手让我的贴身丫鬟银珠过来，银珠去把我梳妆台底下那个垫桌角的箱子搬过来。不一会儿，银珠搬来一个大红木箱子，我当着苏婉的面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盒一模一样的骡子带。苏婉抱着那一堆骡子带，脸都绿了。我笑得一脸纯真。哎呀，这东西我姨娘嫌颜色太死板，都不爱用，全给我拿来垫桌角了。既然表妹这么稀罕，这些都送你吧。别客气，我姨娘说了，女人不能亏待自己这张脸。我凑近她，故作担心的压低声音，表妹，你这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了，还是多用点吧。苏婉气得浑身发抖。表哥，你看他。石燕青咳嗽了一声，掩饰住嘴角的笑意。锦瑟不得无礼。他语气轻飘飘的，一点威慑力都没有。表妹要是没别的事，就去给母亲侍疾吧，我们还要继续看书呢。我端起茶杯，送客的意思很明显。苏婉咬着牙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转身走了。石燕青看着他的背影，轻笑一声，你这嘴倒是半点不饶人。我斜了他一眼，怎么心疼了？他凑过来，在我耳边低语，夫人威武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下午，苏婉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燕窝走进我的院子。苏婉脸上挂着温婉的笑容，仿佛昨天的冲突根本不存在。嫂嫂，这燕窝可是表哥特意为我寻来的，您尝尝。我靠在贵妃榻上，懒洋洋地看着她。表妹真是客气了，夫君特意为你寻的，我怎么好意思夺人所爱？嫂嫂说哪里话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苏婉把燕窝放在我面前的小几上，这血燕极其珍贵，最是滋阴养颜。嫂嫂日夜操劳，理应多补补。她眼神闪烁，紧紧盯着那碗燕窝。我心里冷笑，哦，我说怎么她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装温婉呢？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。这碗里要是没加料，我于锦瑟3个字倒过来写。我姨娘可是给我备了整整一箱子秘药当嫁妆的，什么软骨散、合欢散、断肠草，我闭着眼睛都能闻出来。这碗燕窝里加的是分量十足的巴豆粉。既然表妹这么有孝心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我端起燕窝，拿勺子搅了搅。苏婉的眼睛亮了起来，充满期待。就在勺子快要碰到嘴唇的时候，我突然手一抖，我惊呼一声，勺子掉在地上，摔成了2半。瞧我这笨手笨脚的！我满脸歉意地看着苏婉，银珠，快去重新拿个勺子来。趁着苏婉转头去看银珠的功夫，我飞快地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小纸包，抖了一点白色粉末进去。这是我姨娘压箱底的一泻千里散，药效比巴豆猛10倍。银珠拿来勺子，我端起燕窝递到苏婉嘴边，表妹，这燕窝太烫了，不如你先替我尝尝温度。苏婉脸色一变，嫂嫂，这是给您的，哪有我吃的道理？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怎么，表妹怕我下毒，还是说这燕窝里本来就不干净？嫂嫂误会了。苏婉急了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她一咬牙，低头喝了一大口，温度正好，嫂嫂快喝吧。她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好。我点点头，把剩下的燕窝倒进了旁边的花盆里。哎呀，这花看着有点蔫，给她补补。苏婉瞪大了眼睛，她刚想发作，肚子突然传来剧烈的绞痛。巨大的长鸣音在安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。苏婉的脸瞬间扭曲了，她捂着肚子，双腿夹紧。我假装关切地问，表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吃坏肚子了？苏婉连滚带爬地往外跑，我要去茅房，还没跑出院门，噗一声巨响，难以言喻的恶臭瞬间弥漫开来。苏婉僵在原地，白色的纱裙上染上一大片可疑的痕迹。院子里的丫鬟小厮们都惊呆了。银珠夸张地大喊一声，佯装关切道，天啊，表小姐这是怎么了？苏婉两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我捏着鼻子挥了挥手，快把表小姐抬回去，顺便把这地洗洗，太臭了。我看着被抬走的苏婉，摇了摇头，就这点段位还敢来我面前班门弄斧。晚上，石燕青回到房间，闻到空气中残留的熏香味，笑着说道，夫人这招偷梁换柱用的真是炉火纯青。苏婉的事下午就传遍了整个侯府，婆婆嫌丢人，直接让人把她送回了老家。我坐在梳妆台前，卸下头上的珠翠。侯爷过奖了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他想让我当众出丑，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罢了。石燕青走到我身后，接过梳子，轻轻帮我梳理长发。你这满肚子的心眼，都是你姨娘教的。我看着镜子里的她，是啊，姨娘说后宅如战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我本来只想用这些手段当个安分守己的宠妾，谁知道侯爷非要让我当正妻，大材小用了。石燕青轻笑出声，你倒是委屈上了。他放下梳子，双手按在我的肩膀上，神色认真起来。锦瑟，我娶你是因为我需要一个聪明的妻子。我愣住了，什么意思？平南侯府树大招风，朝堂上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。石燕青眼神深邃，林霜是二皇子安插进来的眼线，苏婉是太子的人，他们都想在侯府后院安插自己的人。我恍然大悟，所以侯爷娶我这个毫无背景的七品官之女，是为了打破他们的算盘。
石燕青摸了摸我的脸颊，不仅如此，我看中了你扮猪吃老虎的本事，只有你能把这后院搅得天翻地覆，让他们摸不清我的底牌。好家伙，我以为我在玩宅斗，结果人家在玩权谋，我成工具人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伸手要钱。那侯爷打算付我多少工钱？我这可是卖命的活。石燕青被我气笑了，整个侯府都是你的，还不够？我撇撇嘴，那可说不准，万一哪天侯爷看上了别的女人，把我扫地出门呢？他突然弯下腰，凑到我耳边，锦瑟，我石燕青此生只要你一个。他的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一丝蛊惑，我的心跳漏了半拍。这男人太犯规了。我推开他，掩饰自己的慌乱，少来这套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就在这时，银珠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，夫人，不好了！柴房那边的守卫说林将军逃跑了。石燕青脸色一变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刚才。我猛地站起来，林霜被逼到绝路，肯定是要狗急跳墙了。明日就是老太君的七十大寿，他想干什么？第二天，老太君的寿宴上，宾客云集，高朋满座。就在大家举杯祝寿的时候，林霜披头散发地冲进了大厅，他手里举着一件男人的寝衣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老太君！”于锦瑟他不仅偷到库房，还与侍卫私通，全场一片死寂。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老太君气得浑身发抖，放肆！哪里来的疯婆子，还不快拉出去！林霜挣脱了侍卫的拉扯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老太君，我没疯，这件衣服是我亲眼看到从夫人的院子里搜出来的，上面还有那侍卫的名字，她根本不配做侯府的主母。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。石燕青坐在我身边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他正要发作，我按住了他的手。我站起身，理了理衣服，走到他面前。林将军，你越狱潜逃，就是为了跑来这里血口喷人？你说我偷到库房，证据呢？林霜咬牙切齿，证据就在你的库房里。昨日我亲眼看到你的丫鬟把侯府的御赐红珊瑚搬进了你的私库。我笑了，好啊，既然林将军言之凿凿，那我们就当众查验。我转头看向老太君，老太君，为了证明孙媳的清白，请您派人去搜我的院子。老太君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半个时辰后，搜查的人回来了，领头的嬷嬷恭敬地回禀：回老太君，夫人的院子里除了夫人的嫁妆，并没有发现红珊瑚。林霜尖叫起来，不可能，我明明看到的，肯定是被他藏起来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林将军，你眼睛不好使，我不怪你。那尊红珊瑚，我昨日就让人送到大相国寺，供奉在佛前，为老太君祈福了。大相国寺的方丈可以作证。林霜傻眼了，那这件衣服呢？他举起手里的男人内衣，这可是铁证。我凑过去看了一眼，嫌弃地捂住鼻子。林将军，你拿一件石燕青的旧里衣，说我跟侍卫私通，这衣服领口上还绣着个燕字呢，你瞎吗？石燕青适时地咳嗽了一声，那确实是本侯的旧衣。全场爆发出哄堂大笑，林霜的脸变成了死灰色，他瘫坐在地上，知道自己彻底完了。石燕青冷冷地下令，把他压下去，直接送大理寺死牢。侍卫将林霜拖了出去，大厅里恢复了平静。我走回座位，端起酒杯，一场误会惊扰了各位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我仰头一饮而尽，动作干净利落，没人再敢用轻视的眼神看我。寿宴风波过后的1个月，婆婆以礼佛为由，彻底交出了侯府的钟馗，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被交到了我手里。我看着那串钥匙，叹了口气，我这辈子真是劳碌命。我长长的叹气，把账本盖在脸上。姨娘要是知道我不仅没当成混吃等死的宠妾，还成了掌管一大家子吃喝拉撒的老妈子，估计得气活过来。石燕青走过来，毫不客气地把盖在我脸上的账本抽走。这人今天穿了身月白长服，领口微长，别看了，光线不好，仔细伤眼睛。他不由分说把我拉起来，顺势圈进怀里，下巴很自然地搭在我的颈窝。府里的事交给管家去做就行了，你只需要负责貌美如花。我捏了捏他的脸，少来这套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账本不看紧点，底下的管事敢把侯府搬空，林霜死了，苏婉疯了，现在侯府后院干干净净的，我连个斗嘴的人都没有了，好无聊啊。石燕青捉住我作乱的手，放在唇边亲了一下。无聊？他尾音上扬，拦腰将我打横抱起，大步朝内室走去。那我们来做点不无聊的事。我惊呼出声，喂，大白天的你干嘛？放我下来！他将我抛在床榻上，颀长的身躯压迫过来，将我禁锢在双臂之间。干正事，夫人既然觉得无聊，不如我们生个孩子解解闷。这算什么解闷方式？我一脚踹在他小腿上，翻个身滚到床榻内侧，拉过被子裹住自己。我姨娘说了，生孩子身材会走样的，我还要保持我这水蛇腰呢。石燕青不以为意，连人带被子把我搂住。走样了我也喜欢。锦瑟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你没有用那些乱七八糟的药给我吃，谢你愿意留在我身边。我撇了撇嘴，隔着被子踹了他一脚。别高兴得太早，那香蜜药我可是随身带着的，你要是敢对不起我，第一味药我就给你下那个断子绝孙散。夫人饶命，不敢不敢。他轻笑出声。林霜被押走之后，侯府消停了整整半个月。这半个月里，我过得简直不要太舒坦，每天睡到日上三竿，起来吃一碗银耳莲子羹，
然后歪在贵妃榻上看画本子。石燕青去上朝的时候，我就把脚翘在他的书案上，一边嗑瓜子一边指挥管家干活。小厮来报，老太君那边说想请我过去说话，我这才磨磨蹭蹭的从榻上爬起来，换了身素净的衣裳，往老太君的院子走去。婆婆自从林霜闹事之后，她就把钟馗大权彻底交给了我，老太君也关起门来念经，轻易不见人。今天突然叫我过去，我心里直打鼓，该不会是后悔了，想把权收回去吧？到了院子门口，我整了整衣裳，摆出一副贤良淑德的模样，轻手轻脚地走进去。老太君，孙媳来给您请安了。老太君正坐在佛堂里捻佛珠，听到我的声音，眼皮都没抬。进来吧。我走进去，乖乖地站在她面前，大气都不敢出。这位老太太虽然平时不管事，但她可是石燕青的亲祖母，得罪不起。老太君捻了一会儿佛珠，终于抬起头看我，我叫你来，是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我心里一紧，老太君捻着佛珠的手一顿，林霜的身份你也知道了，他是二皇子的人，潜伏在侯府好几年，就是为了盯着燕青。这次他狗急跳墙，差点坏了侯府的名声。我虽然不管事，但也不是瞎子，你处理得很好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是要夸我。老太君话锋一转，我的心又提了起来。不过侯府后院虽然清静了，但外面的人可不会这么容易放过我们。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帖子递给我，我接过来一看，是礼部尚书家的帖子，邀请侯府女眷3日后去参加他们家的赏花宴。老太君慢悠悠地说，礼部尚书夫人孙氏是二皇子的亲姨母，她办这个赏花宴，名义上是赏花，实际上她是冲着你来的。我愣了一下，冲着我一个7品官的女儿有什么好冲的？老太君看着我，眼神意味深长，正因为你是7品官的女儿才更好对付。你想想，侯府正妻的位置多少人家盯着，林霜倒了，苏婉走了，那些想把女儿塞进侯府的人能不眼红吗？我恍然大悟，这是要借赏花宴的由头给我这个出身低微的正妻一个下马威，顺便再塞几个女人进来啊。祖母放心，孙媳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把帖子收好，冲老太君笑了笑。老太君点点头，重新拿起佛珠，去吧，别给侯府丢人。我退出佛堂，走到院子里，长长的呼了一口气。赏花宴，下马威，我姨娘教我的那些东西终于要大派用场了。3日后，我穿上侯府最好的行头，坐上了马车。出门前，石燕青在门口拦住了我，往我手里塞了一样东西。我低头一看，是一块令牌，上面刻着一个侯字。他看着我，难得严肃，这是侯府的府兵令，可以调动府里30名暗卫。今天这场宴，你自己小心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别忍着。我把令牌收好，冲他眨眨眼。侯爷放心，我姨娘说过，能当场打回去的，绝不留到第2天。他嘴角抽了抽，还是没忍住笑了。去吧。马车一路晃晃悠悠，到了礼部尚书府。我扶着银珠的手下了车，抬眼一看，好家伙，门口停满了马车，京里有头有脸的官家女眷几乎都来了。我理了理衣裳，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。礼部尚书夫人孙氏亲自迎了出来，她40出头，保养得极好，穿着一身绛紫色的命妇装，头上戴着赤金步摇，一看就是那种精明能干的女人。哎呀，这就是侯夫人吧？久仰久仰。她笑着拉住我的手，那笑容热络的跟见了亲姐妹似的。早就听说侯爷娶了个美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也笑，孙夫人客气了，我这点姿色哪比得上夫人您风华绝代？她被我夸得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得更开怀了。侯夫人真会说话，来来来，快里面请，姐妹们都在等着见你呢。她拉着我往里走，一路上跟我介绍这个夫人那个小姐，我记不住名字，只管笑着点头。走到正厅门口，孙夫人突然停下脚步，侯夫人，今日来的都是京里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各位夫人的规矩都大，您出身小门小户的，待会儿要是有什么不懂的，只管问我，千万别闹了笑话。孙夫人嘴上说着关心的话，语气里的优越感却藏都藏不住。我笑了笑，多谢夫人指点，我省得的。她满意地点点头，推门带我进去。正厅里已经坐满了人，我一进去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过来，有好奇的，有审视的，有鄙夷的，还有几个年轻的姑娘，那眼神恨不得把我吃了。我明白，这几位的家里，怕是早就盯上侯府正妻的位置了。孙夫人拉着我坐到了主位旁边，给我倒了杯茶。我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平南侯新娶的夫人于氏。她故意顿了顿，补充道，于氏的娘家是7品的翰林院编修，清贵的很呢。话音刚落，对面就传来一声轻笑。我抬头看去，是一个穿着鹅黄衫子的年轻夫人，长得倒是不错，就是那眼神跟刀子似的。7品，侯爷怎么会娶一个7品官的女儿？莫不是有什么隐情？他掩着嘴笑，旁边的几个夫人也跟着笑了起来，看我的眼神更加带着明显的恶意。孙夫人假装生气地瞪了他一眼，赵夫人说什么呢？侯爷娶妻自然是看中了侯夫人的人品。赵夫人不依不饶，人品？侯夫人刚进府就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先是把侯爷的副将送进了大牢，又把侯爷的表妹赶回了老家，这人品确实不一般。其他夫人窃窃私语，看我的眼神更加古怪了。孙夫人脸上挂着笑，却不阻拦，摆明了是想看我出丑。我放下茶杯，
不急不慢地开口：“赵夫人说的对，我确实把林霜送进了大牢。”全场安静了一瞬，赵夫人没想到我直接承认了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得更欢了，估摸着是觉得我心思单纯好拿捏。侯夫人倒是坦诚，不过侯爷的副将那也是朝廷命官，您说送就送，是不是有点过分？她故意不说明白，说得不清不楚，让人去猜。我笑了笑，赵夫人有所不知，林霜犯了欺瞒主上、扰乱军心的大罪，证据确凿，侯爷亲自下令送交大理寺的。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去大理寺问问。赵夫人的脸色变了变，我又不是不信，只是觉得侯夫人刚进门就闹出这种事，未免也太……我歪着头看她，一脸无辜，太什么？太厉害，太能干，还是太不给你们留面子？赵夫人被我噎住了，脸涨得通红，旁边一个穿绿裙子的夫人赶紧出来打圆场。哎呀，赵夫人也是关心侯府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侯夫人别往心里去。她笑着递过来一盘果子，来来来，尝尝这蜜饯，是宫里赏下来的，外面可吃不着。我接过蜜饯，咬了一口，确实不错。绿裙子的夫人见我吃了，脸上露出笑容。侯夫人，听说您娘家是翰林院的，那可真是书香门第，不知您在家时都读些什么书？这话听着像是在夸我，实际上是在试探我的底细。我嚼着蜜饯，含糊不清地说，我读书不多，我姨娘倒是教了我不少东西。绿裙子夫人的眼神闪过一丝轻蔑，哦，姨娘教的都教了些什么？可否和我们说说？我擦了擦嘴，认真地说，姨娘教我做人要懂规矩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说的别说，尤其是到了别人家里，更要守本分。绿裙子夫人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旁边的夫人们都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，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。孙夫人赶紧出来打圆场，哎呀，光顾着说话都忘了正事了。今日赏花，各位都带了什么好花来？快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。夫人们纷纷吩咐丫鬟把自己带来的花拿上来，有带牡丹的，有带兰草的，有带菊花的，还有带梅花的，一盆比一盆名贵。赵夫人特意让人端上来一盆绿牡丹，得意洋洋地说，这可是我从洛阳花了300两银子买来的，整个京城也就这一盆。其他夫人纷纷夸赞，赵夫人的下巴抬得更高了。孙夫人笑着看向我，侯夫人，您带了什么花来？我摇了摇头，我没带花。全场安静了一瞬，赵夫人捂着嘴笑了，侯夫人不会连盆花都买不起吧？要不要我送你一盆？其他夫人也跟着笑了起来，那笑声里满是嘲讽。我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卷轴，展开放在桌上。那是一幅画，画的是牡丹，但不是普通的牡丹，而是一幅泼墨大写意的牡丹图，笔墨酣畅淋漓，浓淡相宜，气韵生动。最妙的是，那花瓣上的露珠晶莹剔透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滚落下来。全场鸦雀无声。那些夫人们虽然不懂画，但画的好不好，他们还是看得出来的。孙夫人凑近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，这是顾大仙人的真迹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夫人好眼力，正是顾大仙人的《附神图》中的牡丹片段。当年我姨娘花了8000两银子从江南一个藏家手里买的，给我当了嫁妆。赵夫人的脸绿了，她花300两买盆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我随手拿出一幅画就是8000两，这脸打的啪啪响。我收起画，笑眯眯地看着赵夫人。赵夫人要是喜欢，我改天让人给您送一幅拓本过去。正品吗？我得留着压箱底，毕竟我出身小门小户，没见过世面，就指着这点东西充门面呢。赵夫人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旁边的夫人们想笑又不敢笑。孙夫人脸色也不好看，但还是强撑着笑脸。侯夫人真是大手笔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孙夫人深吸一口气，换了个话题。今日赏花，光是看花多没意思，不如我们玩个游戏，以花为题，作诗一首，如何？她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挑衅。侯夫人出身书香门第，想必诗才也是极好的吧？我心里一沉，作诗，我姨娘教了我怎么跳舞，怎么勾引男人，怎么下药，怎么吵架，唯独没教我怎么作诗啊。赵夫人见我犹豫，立刻来了精神。怎么，侯夫人不会作诗？那也没关系，毕竟您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不识字也是正常的嘛。她说完，还故意看了旁边的夫人们一眼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。其他夫人也跟着笑了起来，那笑声里满是幸灾乐祸。我攥紧了袖子里的拳头，这帮人真是欺人太甚。谁说侯夫人不识字？一个清脆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，所有人回头看去，一个穿着湖蓝色衣裙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。这女子25、26岁，容貌清丽，气质温婉，手里拿着一卷书，一看就是个有学问的。孙夫人看到来人，脸色微微一变，陈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陈夫人，陈延清，当朝宰相大公子的正房夫人，怪不得孙夫人会那般反应。陈延清微微一笑，朝我走过来，听闻侯夫人来了，特意来见见。怎么，孙夫人不欢迎？孙夫人赶紧陪笑，哪敢哪敢，陈夫人大驾光临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陈延清没理他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然后笑了。侯夫人果然名不虚传，她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说，别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我愣了一下，她冲我眨眨眼，然后提高声音，侯夫人，我听闻您善画不善诗，不如这样，今日我来作诗，您来作画，如何？我心里一喜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
陈夫人客气了，我这点画技哪敢在您面前献丑。陈延清笑了，侯夫人太谦虚了，顾仙人的真迹都能拿来压箱底，您的画技还能差到哪儿去？他说完，转头看向孙夫人，孙夫人，您觉得呢？孙夫人被架在那里，不上不下的，只能点头。好好好，那就依陈夫人的意思。陈延清让人拿来笔墨纸砚，铺在桌上，提笔就写了一首诗。他写的是国色天香人尽夸，洛阳春色满京华。谁知僻巷蓬门里，亦有幽兰自一家。诗不算顶尖，但胜在应景，而且最后2句分明是在替我说话。那些嘲笑我出身的人脸色都不太好看。陈延清写完，把笔递给我，侯夫人，该您了。我接过笔，深吸一口气。画画这东西，我姨娘还真教过我。她说，女人光会跳舞不行，还得会点风雅的东西，这样才能跟那些有学问的男人聊到一块去。我提起笔，蘸了墨，在纸上挥洒起来。我不会画牡丹，太俗。我画了一丛兰草，清雅脱俗，长在石缝里，倔强的开着花。画完之后，陈延清凑过来看，眼睛亮了。好，这兰草画得真好，风骨凛然，自成一派。其他夫人也凑过来看，虽然看不懂门道，但都觉得好看。赵夫人阴阳怪气地说，画的倒是不错，就是这兰草未免太寒酸了些。堂堂侯夫人，画个牡丹不行吗？我放下笔，擦了擦手，淡淡的说，牡丹虽好，却是温室里养出来的，离了人伺候就活不了。兰草不一样，不管生在哪儿，都能活得好好的。我看向赵夫人，笑了笑。赵夫人喜欢牡丹，那是您的自由。我妈更喜欢兰草。赵夫人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陈延清拍手笑道，说得好，侯夫人不愧是侯爷选中的人，果然不同凡响。他拉着我的手，对孙夫人说，孙夫人，今日赏花，我看就到这里吧。侯夫人累了，我先送她回去歇着。孙夫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但也不敢拦，只能点头。陈延清拉着我出了正厅，走到花园里，才松开我的手，长长的呼了一口气。你可真行，一个人对付他们一群，还能不落下风？我看着他，认真的说，多谢陈夫人出手相助，不过您为什么要帮我？陈延清笑了，那笑容里有一丝苦涩，因为我也被人嘲笑过出身。他看着我，眼神真诚。我娘家也是小门小户，当初嫁进宰相府的时候，没少被那些贵妇们挤兑，我知道那种滋味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也笑了。那咱们算同病相怜。陈延清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帖子递给我，过几日我府上有个小聚会，来的都是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没有那些乌烟瘴气的人，你要是有空一起来坐坐。我接过帖子，收好，一定去。陈延清走了之后，银珠凑过来，小声问，夫人，咱们回去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不回去，去花园里转转。银珠愣住了，还转什么？我笑了，来都来了，不看花多可惜。我带着银珠在花园里溜达，走了一会儿，果然在假山后面看到了赵夫人，她正跟几个夫人凑在一起，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。看到我过来，他们立刻闭上嘴，装作看花的样子。我走过去，笑眯眯地看着赵夫人。赵夫人，刚才多谢您提醒。赵夫人愣了一下，提醒？我提醒你什么了？我认真地说，您提醒我要多带点好东西来，免得被人看不起。我回去想了想，觉得您说的对。我招招手，银珠立刻端上来一个小匣子。我打开匣子，里面是一对白玉镯子，通体温润，一看就不是凡品。这是我姨娘留给我的，说是和田阳之玉，整个京城也找不出第二对。赵夫人刚才送我一盆绿牡丹，我没什么好回礼的，这对镯子就送给您吧。赵夫人的眼睛都直了，她伸着手想接，又不好意思，那表情纠结得很。我直接把匣子塞进她手里，别客气，拿着吧，咱们以后就是朋友了。赵夫人捧着匣子，脸上又红又白，旁边那些夫人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，从最初的鄙夷变成了羡慕和嫉妒。我冲他们挥挥手，各位夫人慢慢赏花，我先走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贵妇。上了马车，银珠忍不住问，夫人，您怎么把那么好的镯子送人了？那可是姨娘留给您的。我靠在车壁上，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。傻丫头，那对镯子是高仿的，真的在家里锁着呢。我姨娘说过，送礼要送的让对方肉疼，但又不能真的割自己的肉。银珠瞪大了眼睛，那对是假的。我点点头，赵夫人那么爱炫耀，肯定要把镯子拿出来给人看，到时候被人认出来是假的，你猜她会怎么样？银珠想了想，也跟着笑了，那她可丢大人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嘴角翘得老高。所以啊，这人情世故讲究的是个分寸，打人不能打死，要留口气，让他自己折腾自己。马车摇摇晃晃地回了侯府，石燕青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他看到我下车，走过来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没被人欺负？我摇摇头，没有，还把他们欺负了一顿。他笑了，说说怎么欺负的？我一边往里走，一边添油加醋地把赏花宴上的事讲了一遍。石燕青听完，半天没说话。我得意地看着他，怎么样，你夫人厉害吧？他低头看着我，眼底有笑意，也有别的什么。他伸手捏了捏我的脸，厉害，不过以后别送假东西了，万一被人认出来，丢的是侯府的脸。我撇撇嘴，那你说送什么？总不能真送真的吧？那可是我姨娘留给我的。
石燕青想了想，说库房里还有一对白玉狮子头，是前朝宫里流出来的，值个几千两，明天让人给赵夫人送去。我瞪大眼睛，那不是更亏？他笑了，把我揽进怀里，不亏。赵夫人的丈夫是户部侍郎，管着今年的军饷，我送她一对玉狮子，她丈夫就得乖乖把军饷拨下来，这买卖划算。我恍然大悟，好家伙，我在这玩宅斗，人家在这玩权谋，果然不是一个段位的。我仰头看他，那我呢？我有什么好处？他低头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，好处就是你可以继续当你的混世魔王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这还差不多。晚上我躺在榻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石燕青在旁边看书，看我折腾，放下书，怎么啦？我坐起来，认真地看着他。石燕青，我问你个事，你当初娶我，真的是因为看中了我扮猪吃老虎的本事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真看上你那水蛇腰了？我一脚踹过去，石燕青一把抓住我的脚踝，把我拉进怀里。逗你的。他搂着我，声音低低的，娶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趣。他把下巴搁在我头顶。这京城里的女人，要么像凌霜那样满脑子都是算计，要么像苏婉那样装得跟仙女似的。只有你又坏又蠢，蠢得可爱。我炸毛了，你说谁蠢呢？他笑着按住我说，你蠢是说你不会算计人，你姨娘教你的那些东西都是后宅争宠的手段，上不了台面。但你不一样，你不光会用那些小手段，你还敢打敢拼，不怕得罪人。他低头看着我，眼神认真。锦瑟，你知不知道那天在洞房里，你穿着那件舞裙冲我扭腰的时候，我差点笑出声，我脸红了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笑？他把我搂得更紧了，因为我怕你恼。你姨娘把你教得很好，但你不只是她教出来的那个样子，你比她教的还好。我把脸埋在他胸口，闷闷地说，你就会说好听的。石燕青亲了亲我的发顶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锦瑟，你记住，你是侯府的主母，是我的妻子，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，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谁要是欺负你，你就打回去，打不过了，我帮你打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真的，那我明天就把那个赵夫人的丈夫也收拾一顿。他无奈地笑了，别闹，那是户部侍郎，不能乱收拾。我撅嘴不满道，那他欺负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不能乱欺负？他被我噎住了，半天才说，行，你收拾吧，收拾完了我替你兜着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这还差不多。窗外月光如水，院子里传来蛐蛐的叫声，我躺在他怀里，迷迷糊糊的快要睡着了。石燕青，我觉得我姨娘说的对。石燕青揉了揉我的脑袋，姨娘说什么了？我的手指在她身上慢慢画圈，她说，女人这辈子得找个靠得住的男人。我找到了。她没说话，只是把我搂得更紧。我闭上眼睛，嘴角翘得老高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日子，有人疼，有人宠，有人替我兜底。至于那些乌烟瘴气的人和事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两个打一双。我姨娘要是知道了，估计得从棺材里爬出来骂我，好好的一个宠妾苗子，怎么就当上正妻了呢？还当得这么风生水起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石燕青低头亲了亲我的脸，笑什么？我回吻过去，笑我姨娘。她要是知道我现在这样，估计得气得再死一回。石燕青也笑了，那你可千万别告诉她。不告诉她。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，照在我们身上。我闭上眼睛，心里说不出的踏实。这侯府的日子真不错。